很多商家骗人说这个东西是黄加氯，但其实不是黄加氯。大家好，我是长毛大师兄。我们新的一期给大家开了2个箱子，这个2个箱子呢，时间也比较久了，因为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正好翻到了这个箱子。这个是大哥5月31号寄的，然后另外一箱呢是7月25号寄的。反正大哥已经放了这么多月了，就不差这个1-2分钟了。我们先把最近的这一箱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是什么。大哥寄了一堆，又是开过仓的原石啊。那我们会发现这边打灯的话，这边一坨坨棉，然后整个种水的话会呈现一种糯种的一个状态，就是它的一个开窗开的，就是感觉不太专业哦。这里裂了一个针，这里也打了一个针，这里开窗开的就感觉不像我们常规开窗，要么坑坑洼洼啊，要么这个边上开的跟蚯蚓一样。那我们再给大家把一个面去给它推平之后，我们从平面上看一下这个料子的效果怎么样，让大家更直观的去感受一下。这个料子一面已经给它拍完了，我们来看一下，比较差一点，但是种水会发现靠近这一边的时候，种水有在慢慢的给它变好。但是这边的话，还是像一开始分析的那样，它的棉特别重，然后这些棉点的部位它会变黑变黄，会首先变肿，所以这种东西就算把它用来做货的话，后期价值也不会很高，所以我们这个石头就过了啊。看下一块，和刚刚的一样。整体的开窗的话打的都特别的一个乱，基本上开窗都是随便开的，可能是我们粉丝大哥啊自己在家里拿一个工具随便给它顶一下是吧？这个皮壳也没什么好研究的了，基本上已经扒的2/3了，还剩一点点了。那我们就直接试点水给大家看看吧。密密麻麻的千层裂，这个料子也很脏很恶心，但是的话这种料子其实特别的唬人，所以我们看我切了这么多料子了，拿到这个料子可能感觉它有一点点吸光，它有一点点发黑，然后人家会运用这个吸光性来跟大家说这个东西是糯冰啊切掌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东西它发黑吸光是没有用的，因为它的一个种本身很差，而且它里面的棉啊特别的重。这个大哥都是记得这一些扒过的这一些小料子啊，这一块我们乍一看像微料，厚厚的肉黄黄的皮，我们也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期视频，微料和达玛坎进行一个对比了。那这块石头可以毋庸置疑的说是它是一个达玛坎的料子，然后因为达玛坎的料子经常也会出一些油青底的种水出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种水怎么样，一般出油青底的种水不会特别的差啊。那我们从这个开窗面发现它会具有一点点刚性在里面啊，种水会发现可能会到达一个冰种的感觉。很多商家骗人说这个东西是黄加氯，但其实不是黄加氯，它一切开来的肉是里面像这样子灰蓝的啊。所以的话，大家以后买达玛坎的料子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料子不是黄加氯，它就是黄物，然后里面的带一个灰油青底的一个感觉。接下来一块啊，一个达玛坎黄雾层的一个料子，挺漂亮的，有种水，颜色也比较正。从这个料子的话，我们可以分析它的一个原始状态。我们看到这些比较冰、比较黄、比较油的这一些部位呢，肯定是它的一个开窗的部位。其他这些白白干干的部位的话，其实就是它之前原石皮壳包裹的一个部位。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扒完的石头来分析它的原始一个状态，进而我们去玩原石的时候啊，也可以说这个是一个最保底的方案，就是我能够在这一个开窗料上面看到多少的肉，那我们就给它打多少的一个价格，好吧？不要去多打，你可以，如果说你很喜欢这一块料，你可以给它多打20%，好吧？那这个料我们也就欣赏到这里。下一块是一个小飘花料。实物它也是比较阳、比较蓝、比较绿的一个状态。来下一块也是一个达玛坎的小料子，赌黄加绿的，色是从这个弦里面长出来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东西称为色根，规规矩矩，好吧？但是种水还是差了一点，比较干的啊。一般这种件我们给它打几百块钱的话，那我们下雕工可能如果要好一点的话，可能也要去到一个1-2千块钱的一个价格，才能把它的一个特色给它体现出来。这个东西并不是工不抵料，而是这个工适合这个料，我们可以多花点的价格去雕它。这是什么？这个应该是一个色料啊，这里都有显，这个应该是当时堵色的，这个弦长了进去，果然出色了，出了一根满色，看到没？这里的种水特别的好，这里做一个小金蝉啊、小貔貅啊，都是挺不错的。
这一箱视频给大家开完了，差不多介绍完了之后，我们来评价一下啊。我们也不知道它的石头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去购买它的，但是我感觉他玩的东西呢，感觉他什么东西都想去尝试一点，并且他的石头的话都是有可玩性在里面的。然后啊，赌出来的东西我们会看到，一开始可能那几块大石头比较差，但是这些滴滴摸摸的小石头的话，都会多多少少的有一点加分点在里面，能给到我们一些惊喜。那其实玩的还可以的。还有的话，还是那一句话吧，赌石在你能力范围之内，然后花一点小钱去娱乐一下，当一个投资也好，当一个古玩收藏，都是个人的兴趣爱好。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结束了啊！祝大家生活愉快，赌狗们拜拜。